昨天晚上下了大暴雨，大家不是想看我们小院里面下过雨后的样子吗？因为我们这几天都在铺设风花石，所以下完雨过后，我们小院肯定是焕然一新的。刚好昨天晚上下的特别大，电闪灵鸣的。像我的话就没听到，因为他说他的瞌睡比较浅，然后就听到了。我们去看一下小院里面，你看这路上这些都已经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小院里面估计你们看了之后也会觉得现在改造起来还是比较成功的。感觉下完雨过后是不是空气都是清新的？对，还有我看东西也比较清新了。对，看从这里开始，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改造的就是把我们的那些电还有这些水管给它完完全全的弄规整。然后现在这些水管，因为我们平时要弄一下这边这些花，然后还有里面那些花，我们都会浇水嘛，所以的话就是拉出拉进，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不太整洁。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管子给它弄规整一些，就是外面要浇花的地方，给它完完全全做一根管子在外面浇花，然后里面的话也在里面浇花。然后前几天我也是把那些多肉都已经换到这里来了，看一下，当当当，是不是特别有感觉？这些多肉都是大家的，多肉大家养的，然后我们也会精心的呵护。看这些摆在这上面还是挺有艺术感的。每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玩，都说我们这里的这些花草树木，然后都栽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还有这上面这些都是用一些破罐子，别人不要的罐子，我们用来当艺术品。然后看一下我们小院，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清新？而且我们这个小院这边还没有铺设到的风花石，这边已经铺了。铺了之后被那个雨水冲刷了之后，看起来特别的整洁，特别的干净。你看我的脚踩上去也不会沾到泥巴，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小院给它铺平整，因为到时候会把这边和那边一起铺平整。现在的话还不算太平，到时候铺平整了之后，我们再想一下，看是要硬化呢，还是铺设那种很整齐的石板在上面。如果是铺设石板的话，这个风花石它也不会长草，因为它没有泥巴嘛，也不会担心它长草。如果是需要考虑到一横一竖在这上面滑那些滑板车的话，可能就是硬化比较好。硬化的话，到时候我们还会在上面铺设那种石子。如果不硬化的话，这种风花石用来做石板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石板埋在那个风花石里面，露出板面上的那个部分，看起来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小院也做得越来越好，等路通了之后，一次性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院完完全全给弄好。其实最多的就是我们那条路给我们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一直都在等，反正等了好久。现在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做，虽然现在做的时间拖得比较长，但是眼看每天都在变好的方向，我们就觉得很值得。你们看现在的这个风花石是不是特别的干净？然后这边的话还没有开始铺，这边还差一点，但是现在已经在开始修路了。我们就害怕到时候我们的风花石还没有把这个小院给铺满，路就开始修了。如果是一开始修路的话，我们就拉不到风花石了，因为那个挖机来了之后，肯定会挡着我们去拉风花石的路，而且它开始挖了之后就是泥巴了，就没有风花石了。它这个风花石是，以前它铺毛路的时候把那些石头挖出来，然后经过日晒雨淋，那个石头就已经化成那种小的石子，所以就变成了风花石。如果它现在开始修路，我们肯定就拉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想在近期的话，就赶快多拉一点风花石，在这边也一起把它铺满。现在铺满的效果就跟我们之前没有修之前的小院是差不多的。
因为那个时候它上面也是风花石在上面，然后走路走多了的话，它就一直很稳固的贴合在地面上面，这样的话走起来就特别的舒适舒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想的是把另外一半也用风花石给它弄起来。其实我们小院以前它也是有风花石的，看，就这种它就是风花石，但它这个风花石的话跟那种颜色有点不一样，因为那种是那种泥巴色，这边的话就完全是那种沙子的颜色，这边还比较少。如果是把它弄过来全部铺平整，小院看起来就完全焕然一新，不一样了。大家看，不仅是我们小院里面给冲刷的特别干净，这条小路也冲刷的特别干净了。我们把那些多余的石头给它扛到我们小院去了之后，这条路也变得宽敞了。其实这下面它是风花石和泥土给它混合的，所以每次如果是积水的话，下面就会脏脚。但是这条路呢，几乎都是村里面的爷爷奶奶他们牵牛往这里走过。我们想的是，如果我们有特别好的工具，然后特别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拉一点风花石在这下面来铺设路，然后把这条路给它用风花石铺设了之后，它长草的几率也没那么高。然后我们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上面的这个围墙全部都是这种破罐子装的多肉，特别的有艺术感。然后这边看起来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然后这边看起来这一排的话，就是打造的非常好，但是我们那边的话就还缺少一点味道，就是那边还没有做任何的装饰。我们在想，因为我们花园现在已经做好了，想里面是种一些比较高大的树，还是种一点牵藤的，牵到这个墙面上面，让它往外面开花。如果是那些都不做的话，那我还是想多去收集一些不要的罐子，像那边一样，然后拿来在这一排也全部都种上那一排多肉。其实大家都担心它会不会刮大风的时候那些罐子掉下来，其实不会的。昨天晚上它的雨风雷声都特别的大，但是都没有把我们那些罐子给吹下来，说明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因为它压在下面嘛，它就不会轻易的吹掉，它也不是轻飘飘的东西。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一排也全部都种上那个多肉，或者是用那些牵藤的花拿来牵在这上面，还是挺好看的，有那种小院的感觉了。还有这里就是这个位置，这位置大家都觉得我们可能要给它砌起来。我和李俊在打算了，因为我们自己砌的话，我们怕我们的技术不高，砌出来的话不好看，因为它这里确实凸出来的这个位置，你们都说人往这里走可能会不太安全。其实这里的这个位置没有谁往这里走的，他们走的话都是从这外面走，因为这里有一条路，然后这里有一块石头挡着的，所以大家都不会往这里走。应该等通路了过后，很快就可以完成我们所有的想法。